终于喊出了那句承诺。现在看资讯，只能说是光怪陆离。就像前段时间说瓦格纳叛乱，剧情跌宕起伏，至今还没有画上句号。真的哪天瓦格纳战士从白俄罗斯冲出来暴打小泽，也是未未可知的事情。再来看看我们的经济，也是里外评价差异巨大。按照美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怒火，中国产业升级、军工发展、一带一路等都是破坏规则、抢美西方的饭碗。如果没有一定的实力，人家为什么觉得你是威胁的呢？反观里面，很多人对经济前途忧心忡忡，各种不看好。不要说威胁，连几无力的感觉都要出来了。同样都是中国，为何里外观感差距如此巨大？到底谁对？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点，那我们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就会发生严重的误判。其实答案很简单，老外跟我们接触的是产业博弈领域，我们现在把国内大部分资源都往这个方向砸，所以老外自然是觉得中国太强大了，甚至有种干不过的体会。而里面的人普遍关注的是民生、就业、收入、房子、股票、汇率等等。当大量资源砸向产业升级和军工的时候，里面的朋友关注的这些维度的资源是严重不足的，所以自然也就感觉有点丧。这里面有个经济史的常识，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可以让各位更好地理解我们当下的时代。当一个经济体尝试从农业大国转向为初级代加工国家的时候，往往也是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几个推动力一起发力的时候，会有一种全民收入都在涨的既视感，而且这时大国不会搞你，人家吃你红利呢。初级代加工的行业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相对低，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冲进去当个老板。但是当一个经济体尝试从初级代加工国家变成先进制造业强国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其他国家会防着你，你就只能拿自己国内的资源去砸先进制造业，这就已经让很多人的收入和财富面临缩水的风险了。再有，先进制造业普遍技术门槛、资金门槛、经营特许等都是要求极高的，这只有少部分人才可以玩的，所以冲击产业升级的时候，普通民众是无法享受到红利的。还有，冲击先进制造业的时候，大量传统行业的资源也会被抽走，因为要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又让这些庞大的从业人员收入被打击。所以越是冲击先进制造业的阶段，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反而会出现明显下降。我知道这和很多朋友的想象完全不同，但是这就是经济史一再发生的规律。工业革命全面启动时期的英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70年代后半程的日本，60至70年代的韩国，全部是这么过来的。那什么时候可以熬过这个阶段？就是产业升级成功了，而且还抢夺了全球大量市场份额，你可以开始利用垄断玩涨价了。那么这些产业开始赚钱了，国内民生和收入也就全面起来了。只要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就是普通民众生活水平压力山大。只有到了这个程度，那才会完全不同。所以近期美国人有一个观点非常耐人寻味啊。按照他们的说法，未来10年是美国国运最凶险的10年。如果这10年熬过去了，中国将不再成为威胁了，那美国在后面的国运就会路越走越宽了。所以现在美国精英的对华政策很简单，就是接下去10年各种暴锤中国，只要把中国锤晕了，他们就赢了。再来看拜登搞的产业补贴法案，几乎全部是按照10年为单位去定义的，已经很好的佐证了上述观点其实是美国精英们的共识了。换成我们的角度，就是未来10年，中国不仅要产业升级成功，还要能够抢夺全球大量市场份额，进而形成垄断，那么中国国运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岸了，大家兜里的钱又可以多了。如果不能，那么大家自己掂量一下吧。回忆一下，此前我说过一个公式，中国未来国运的是短空、中多、长未定。各位是不是稍微对这个话又有一点新的感受了？
为何现在天天呐喊要过紧日子？为何要一直说伟大复兴？为何防风险至今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一步错可能就是步步错，如履薄冰，不过如此了。而作为整个时代大戏的吃瓜群众而言，自然会出现情绪性的感知，即外面觉得我们很强势，里面觉得我们几无力。谁对？或许都对。现实其实不是按照对错来运行的，而是按照经济学的基础规律去运行的。回首往事，美西方国家这么牛气哄哄，人家也是几百年各种经济危机中的波涛汹涌折腾过来的。而我们呢，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还没有遇到过什么，里面的民众几乎从来没有真的体会到重大经济危机的负面冲击。如果一定要算，那口罩事件后的这几年算是第一次了。客观而言，经济是周期性的，有起就有落，繁荣的根基是萧条，萧条的原因是繁荣，这些都是人力不可扭转的。在发达国家抱团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打击我们的时候，其实中国是非常被动的。我们之所以还没有陷入绝境，原因之一是美国人自己也贪了。他们一方面希望打压我们，一方面还在贪图我们最后的人口红利给他们廉价商品，一方面又不希望因为打压我们导致他们自己损失太大。既要又要还要的美国，反而给了我们生路，也为我们执行产业升级提供了喘息期。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华山一条路了，没有其他选项。如果不是俄罗斯出兵，估计这会儿美国人抱团对付中国会更加用心，我们在很多领域会被打击得更加严重。这其实就是国运，一点办法都没有。回到今天的问题，其实里面和外面看到的中国都是 OK 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美国的打压下，我们一定会长期进入准战时模式，整个国家都是为生产而生产，需求不足是必然的。外面的人看到的是我们在生产端的崛起，为此他们急疯了；里面的人看到的是我们在需求端的弱势，为此我们也焦虑。而更为疯狂的是，我们也在耐心等待美国未来的暴雷，毕竟这货如此发力搞债务，驱动经济增长，持续之大，令人无比震惊。只要爆了，后面是史诗级的灾难。现在的感觉就像2005至2006年都觉得会出问题，可美国经济和市场就是没有硬着陆。趋势已经明了，但是时间节点还没有到来。如果把我们的有形之手想象成一个做投资的，其实我们选择了做空，但是真正做空的好时机一直没有来，所以就像大空头里面的华尔街大佬一样，就天天焦急的等待，甚至还要看着自己天天亏钱，一点办法都没有。事实上，这才是顶层设计目前的核心矛盾点。所以，国内经济当然要救，可是全面放水、暴力拉升又明显不是时候。难于上青天的局啊！当然，后面会有国内救市刺激超预期的，不敢想。先给大家一口饭吃，这个还是会有的。